软脚，哎，软脚了，踢到韧带了。注意看，来华挑战的老外正在一瘸一拐走向擂台边缘，寻求医护人员救助。为何中国硬汉如此勇猛？那是因为伊朗拳王擂台秀特技，结果被中国勇士硬生生踢瘸一条腿，瘫坐在地上捂着受伤的大腿痛不欲生。这个被踢瘸的老外是来自伊朗的泰拳冠军博多利，在伊朗拳坛拥有绝对的统治力，获得过伊朗总统杯70公斤级冠军金腰带。仗着自己拥有可以秒天秒地秒空气的重拳重腿，博多利早就走出了国门，常年在国际拳坛与纯泰拳赛事领域游荡。然而这一次，伊朗拳王博多利却招惹了他不该招惹的人，他就是来自安徽的碎魂者柳雷，在70公斤级拥有绝对的话语权，获得过中日对抗赛70公斤级冠军，职业泰拳70公斤级冠军，也活跃于67公斤级与72公斤级，击败众多泰拳王之后，成功跻身一线选手行列。面对秀特技的老外，柳雷是要在擂台上给他点颜色瞧瞧，话就不多说了，请长按3秒点赞。比赛开始，两位都是各国的搏击精英，尤其是博多利是伊朗少有的纯泰拳高手，本来伊朗打拳的人数就很少，然而博多利偏偏从中脱颖而出，所以就显得博多利的实力很雄厚。回合一开始，心理博弈尤为重要，基本不会施展太多的真实进攻，毕竟这是一场纯泰拳的比赛，打出的进攻与招式都是稳准狠，极具有秒杀能力。这个柳雷啊，遇到的压力非常的大，因为对手太强壮了。对啊，你看又一次，但是对赛德来说呢，这2下子似乎增添了一点信心，但是在体能上也不一定能够扛得住中国这个2岁的小伙子。比赛鹿死谁手，现在还为时过早。柳雷在主场的这个作战的欢呼声当中啊，观众的这个支持当中，看能不能发挥得更加出色一些。小心，一定要小心，不要给这个赛德一个出拳的适当的距离。对的。赛德不管拳或腿都是非常的重，然后赛德啊，他是坦克型的选手啊，所以柳雷啊必须要稍微避一下啊，不要跟他正面对决。也是像伊朗的选手啊，荷兰的选手，这个都是打中。在纯泰拳赛事当中，卷角膝肘都可以使用，只要不是特别过分的招式，一般情况下都可以实施，这就让比赛增加了很多悬念，不到最后一刻根本就判定不出谁胜谁负。博多利的重拳重腿加上重肘击，成功引起了柳雷的注意，超强啊！一旦柳雷第一波攻击失手以后，千万不能松懈，一定要防反，一定要防反，小心这个赛德马上就反扑。对年轻小伙子是一个考验啊！中国选手柳雷，目前柳雷没有做防反，他就迎击，做迎击重拳了，对，跟他换拳，柳雷不要盲目的扑进去。跟他换拳是吃亏啊！一个带摔自己先摔倒以后一个扑，把对方也带走。柳雷一定要小心啊，绝对不能给对方再出拳、再出手、连续攻击的机会了。好，柳雷也尝试用组合拳。对，那柳雷为什么到目前还没有倒？因为他下巴收得很紧，他都是用额头去顶到对方的拳。柳雷2015年英雄传说中国区超级战士72公斤级别。面对博多利的猛打猛冲，柳雷则是选择攻击博多利下盘，试图让博多利因为下盘不稳，从而失去防御能力。不过博多利所打出的进攻力度非常是大力沉，根本不是一般人能够顶住的。毕竟博多利是代表伊朗来参加的比赛，是伊朗拳坛的希望之星。下的风头，他不必啊，跑一跑啊。可能他们的空人，他们的教练叫他不能退啊，要跟对方拼，勇往直前。可能是教练下来只是注意，面部，中太多拳了，又被绕到背后，这个太危险了，太危险了。哎呀，又走。你看看，在这个回合里面，这个伊朗选手伊萨腰刀伊萨这个脚法非常，对的，那个大家就比较清楚了。第2回合对柳雷的苦战也开始了。泰拳比赛呢是8臂拳。双拳、双膝、双肘、双腿，在比赛的运动战当中，瞬间就会爆发出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。而且在这个互相找机会的这个战机把握和捕捉方面，有些有经验的选手出拳反应之快，令对方胆寒。今天柳雷出场第1回合试探就没有试探，干脆上来就拳头说话。打得有点懵，但是小伙子表现出了一个年轻人的应该有的斗志，因为毕竟是在家乡赌场作战，真的希望在第2回合比赛当中呢，要坚持咬牙，特别在防守上，绝对要小心对手的拳。第2回合比赛开始了，第2回合开始了，适应比赛节奏的柳雷开始对博多利发起猛攻，然而博多利丝毫不怂，柳雷则是在柳雷发起进攻的间隙对柳雷发起主动进攻。
按照泰拳规则，双方只可以搂抱几秒钟，几秒之后必须分开。一旦进入到内围对抗，那么危险系数就可以大大提升，甚至有致命的危险。其实，在柳雷出拳的时候，不用太急着往前，不用太急着往前，没有扫中。因为对手是不会跑的，所以你不用往前去，你往前距离就没了。你的距离没了嘛。这后手拳没打中啊。对，你要在原地打。好，现在柳雷明显在用拳的方式来在第2回合当中表现出自己战斗意志。如果遇到很会跑的，你就要往前追；遇到不会跑的，你在原地打，这样距离才是对的。现在说明这个拳还是奏效了。有的。搞得赛德呢也是在拳台的一个扎肘啊！扎肘啊！这个砍肘。从那个天灵盖要砸下来了，这也表明啊，这个赛德有些焦急。对啊，这个就是他解决不了问题。刚才台下就是伊朗的教练，他解决不了问题。他发现中国这个选手柳雷，他会像任何他遇到这个泰国选手也打不倒。你打不倒。柳雷是中国纯泰拳打得最好的选手之一，丝毫不比太极泰拳手差。遇到博多利这位经验丰富的拳坛老将，年轻小将柳雷丝毫不畏惧眼前博多利所带来的压制力。虽然柳雷眼神紧盯博多利上盘，实则柳雷是想攻击其下盘，从而达到让柳雷丧失防守能力的效果。身体姿态的这种调教，但目前柳雷的前手平勾还没有发挥得很好。打到拳绳边缘以后，柳雷并没有发动直接进攻，看来对方的这个机会还没有。还抓到一点点防反，但是没有完全命中。是的，我们开始说了，赛德29岁，他的体能比起20岁小伙来说，肯定他还会吃亏，所以最后的胜负还是难料。我们还有时间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其实柳雷的节奏要加快，要控制住，对，要再加快，然后要移动，让对手去追，浪费一点体能。前手的平勾，这样引诱对手呢打空。每一次出拳呢打到无效的时候，可能就是化解对方。有了，对手有点累了啊，开始柳雷发威的时候，这个机会捕捉的好了。对手一个高边以后，柳雷防护，现在没有机会。俩人的比赛逐渐进入到白热化阶段，连续重拳重腿的互换，也是让柳雷意识到了不对劲。不过柳雷丝毫没有放松警惕，而是继续保持良好的战术方针来与博多利进行对峙。擅长冷招的博多利也逐渐进入下滑趋势，那是因为柳雷越来越熟悉博多利的战术打法，所以博多利的冷拳冷招并不占什么太大的优势。前攻但是他的直的肘要小心，他会滑进你的报价里面。打的又是打中了，很痛苦。对，这样的肘这样的肘打到了话，不是鼻子断掉，就是一些比较能够提神的一些东西。如果在第3回合当中，柳雷的体能要出现奇效的话，取胜的概率就会变得非常高，胜负的天平很快就会偏向一方。你看，刚才这个左手直拳你没打中，对，支撑腿的扫踢踢太高了，踢到屁股没踢到。太恐怖了，没给他距离，控制好距离身高也不够危机打得有点乱。这是赛德占优的这一瞬间，马上中了。这个又在第1回合出现的这个动作，又在第2回合用上了。柳雷受了他这个左的高边腿一脚以后，还挺住了。今年在泰国拳场上，他取得3连胜。第3回合开始了，被多次攻击下盘的博多利已经不再实施腿法进攻，将全部重心都放在了自己拳法上面。然而柳雷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博多利实施腿法进攻，气急败坏的博多利直接将柳雷扔在了地上。这一现象在自由搏击是不允许的，但在纯泰拳规则下是默许的。你重心太棒了，带不倒他。这个时候场下的教练不断的告诉刘雷，接下来该怎么打，坚持自己的战术，一定要持之以恒。还用钱，被防守反击了。小心，小心机会，追，对方失去平衡。没办法，柳雷的一波攻击只能采用残暴。全场观众呢给柳雷一个巨大的欢呼和鼓励声，加油！对方的前手速拳呢点的蛮准的，对方现在呢出拳也缓慢了。但是点的出拳缓慢了，说明体能在下降。这个时候，中国选手柳雷要发挥体能优势了。为什么会慢？为什么会？对方用手臂的力量用太多了，到第3回合就没有力气了应该多用脚跟大腿来带动他的拳头。柳雷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柳雷的眼神依然十分犀利，直勾勾盯着博多利大腿发起针对性进攻。然而博多利也是不管不顾，也是直勾勾盯着柳雷的一举一动，试图从中寻找到一击致命的机会。不过俩人都不是什么善茬，不到比赛铃声响起，谁是最后的赢家还真不一定。注意拳，小心！
注意拳，哎呀，被挤到角落，落，被挤到角落了，抱他。时间不够，哎，这个对方失重扫的不错，对方失重，趁对手，当然也哎，软脚，哎，软脚了，踢到韧带了，注意，受伤了，看见没有？机会就在这一下子，是看什么伤？还是出现在身体体能上的。没有受伤。观众朋友们，现在我们看年轻20岁的柳雷在第3回合比赛中出现大腿受伤的博多利并没有放弃比赛，而是对柳雷发起猛打猛冲。无奈的柳雷只好对博多利实施腿法进攻，尽量将博多利的大腿给踢瘸。不过柳雷还是有好心眼的，并没有一直盯着博多利受伤的右腿进行进攻，而是对其左腿发起进攻，尽量不击打博多利的伤口处，在攻击他的腿部。对，柳雷继续攻击。柳雷想在这个几秒钟之内结束战斗吗？柳雷采用什么办法呢？赛德前脚的内侧、外侧都已经受伤了，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小心，千万不能松懈。现在赛德是在用一只腿和你战斗，赛德在用一只腿和柳雷战斗。好的，打击他的面门啊！这个腿根本没法撑了吧？柳雷这个时候要注意，赛德的腿已经不能够发挥任何效力了。哇，赛德非常的顽强。最终博多利找了一个凉快点的地方坐了下来。自从博多利右腿受伤，柳雷的腿法进攻一直在击打博多利左腿，所以博多利才坚持到了比赛结束，不然博多利的右腿恐怕就保不住了。中国人的武德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，而是刻在骨里的武德，无法受到环境的影响而改变。内心想法就是保护博多利右腿，尽量不给博多利右腿实施太大的压力。毫无疑问，最终结果是柳雷获得了胜利。大家感觉柳雷打得好的话，请多多点赞，让更多人